我是阿汉，我是 Albert，由我们2位一起来介绍，要带大家搭公车去哪里玩呢？今天我们要搭的是台湾好行的路线，林坡关田线，从善化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带大家游走关田区以及柳营区的景点。关田游客中心、乌山头水库、尖山皮度假村，最后抵达新营火车站。片中还会带大家去逛逛关田游客中心的大草原，以及欣赏乌山头水库的山水美景。最后去尖山皮度假村游湖哦。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介绍。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条台湾好行路线啊，林坡关田线。这条线呢，有经过关田游客中心，还有乌山头水库。等一下呢，我们从善化这边上车，一路给大家玩到新营哦。现在跟着阿汉一起去坐车，走。关田线在2021年9月4日辟驶，顾名思义，就是行经关田、新营、善化、柳营，将台南市这4个区域不容易直达的景点串联起来。这次我们从善化转运站开始搭乘，经过178县道上面的善化啤酒厂，折回台一线省道，停靠龙田火车站、关田游客中心，过了乌山头水库之后，走国道3号进入尖山皮度假村，最后会抵达新营火车站。我们这一次会挑主要的景点深入介绍，就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喽。我们经过的第一个景点是善化啤酒厂。善化啤酒厂就位在台一线及178市道上，旁边是善化的成功新村。善化啤酒厂面积非常大，其实面积这么宽广，是为了应付1960年代台湾啤酒市场的高销售量，决定找南部地区运输方便及辽阔的土地条件设置啤酒厂。公卖局认为善化这里临近台一线，土地大多是农田，用地单纯，以及临近灌溉用水圳水源取得容易，加上当时的善化镇镇长与镇民代表极力支持公卖局在此设厂。1975年12月，善化成功啤酒厂正式启用，开始生产啤酒。2004年，配合台南县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善化啤酒厂经营方向改变，增设啤酒文化园区供游客来访参观，是台湾第一座以啤酒为主题的观光酒厂。搭了20分钟左右，经过了拔陵，来到龙田火车站，我们准备在这里下车，骑 U-Bike 来去关田中心以及关田里。来，各位，我们坐到这边下车的第一站这边呢是龙田火车站。等一下呢，我们要骑 U-Bike 去关田游客中心。龙田文创园区在龙田车站的左手边，走路大约3到5分钟就可以抵达。园区内保存了铁轨、地磅式遗构、历史建筑台盐龙田储运站及仓库区，也有主题式沉浸剧场、弹珠台游戏、公共艺术及专业的台南考古中心。门票1个人是100元，每周2公休。
如果想要考虑亲子同乐的景点，这里很适合哦。骑 U-Bike 从龙田火车站前往关田游客中心，路程大约是10到15分钟左右。先骑文化街往北，走胜利路衔接台一线，经过路桥之后，左转165市道，再右转福田路就到关田游客中心喽。游客中心的外面有 U-Bike 的停车柱，不用担心骑到这里没有车位可以停。如果是搭林坡关田线来到这里，站牌就在门口的外面，下车以后直接走进去就到喽。关田游客中心就位在关田里里面，整座游客中心耸立在田园上。2020年8月启用，由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规划，占地大约是11公顷，建筑的形式是以西拉雅族聚落意象融合嘉南平原的地形的设计。在游客中心主建筑的外面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原，草原上面还有摆放梅花鹿地景艺术跟摆设纸鹤、英文字母的装置。这些装置啊，是网红成为热门摄影 IG 的打卡背景哦。另外，你一定会问，关田游客中心附近有什么好逛的吗？如果你喜欢感受在地的地景人文，那么可以逛逛关田社区。关田社区的位置靠近关田区的中心点，北方是165市道，南方是八田路。社区内的里民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活动，种植水稻、菱角、蔬果等等的农作物。关田里这个地方以前叫做关店，这里是关田区最早发展的地方。地方上面有句谚语：非城不是关店人。说白话就是早期的关田村几乎是姓陈的人家居多，如果有其他姓氏的，大多是来到关田这边为陈姓人家工作而定居。关田社区早期是关田乡乡治的所在地，日本时代1901年成立关店区，光复之后改制为关田乡。乡公所原本设置在关田村的村内，后来在1953年迁移到龙田火车站附近。走在关田社区的境内，逐渐乡村淳朴的人情味。在这个巷弄里面来往的人车并不多，少了都市热闹的吵杂声。阿汉我非常享受这样的宁静。社区内的关田国小从1913年设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了哦。除了关田国小之外，社区内当然有信仰中心，那么就是慈圣宫。关田的慈圣宫建于1796年，正好是嘉庆元年。相传是明郑时期参军的陈永华的旁系子孙，追随郑成功渡海来台，并且从故乡福建省恭迎神农大帝以及中坛元帅，供奉在自己的家中，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建庙。日本时代迁移到现在这个位置。现在的规模是2003年才整修完成，一直以来护佑关田社区的农耕及居民。从关田游客中心到乌山头水库，车程大约是7到10分钟左右。两地其实并没有隔得很远，沿着八田路2段直走，就可以抵达乌山头水库的大门口喽。
乌山头水库就位在台南市关田区以及六甲区的交界，是日本时代规划兴建的人工水库，由日本工程师八田宇一所规划的，1930年完工，是连接嘉南大圳最主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乌山头水库进去是需要门票的哦，全票一个人是100元。如果是搭公车进来，可以享有优待票优惠，只要40元。乌山头水库的园区很大，如果全程用走的，2个小时在园区内可能都还走不完呢。阿汉先带大家去逛逛八田宇一的纪念园区，从门口走进去，左转直走就看到喽。八田宇一的纪念园区位于乌山头水库的北侧。园区内的介绍主要是带民众回顾八田宇一水圳工程的贡献以及生平背景。园区内的建筑经过翻修之后，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给游客参观。当时修复工程的技师还远赴八田宇一的故乡石川县作为建筑的依据，并且引进日本的木匠技术，忠实呈现建筑的原貌。这个纪念园区里面还有4个宅区，分别是田中，以及四川宅、八田宅、赤倔宅以及阿布宅。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参观八田宅的部分。看了一下乌山头水库园区真的很大，如果要来到这里逛一圈，2个小时都逛不完。阿汉决定在八田宇一的园区旁边借 U-Bike 来骑。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乌山头水库风景区的景色吧。今天会沿着旧送水口、天坛、吊桥、码头、大坝一路做介绍。先带大家进去逛旧的送水口。这个就是乌山头水库的旧送水口，于1930年建造完成。其主要设施有净水塔、压力隧道、2座大型蝴蝶筏与2条直径9尺送水钢管连接及发电设施，贯穿大坝的底部。由于该设施老旧，顾及区域的用水供应及水库下游人员生命安全。1997年，新的送水设施完成后，旧的送水口变成辅助用水并调节。嘉南水利会并于该址上方新建八田技师纪念室，纪念室内有记载乌山头水库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哦。逛完旧的送水口，接着带大家去天坛走走。这座天坛大约是1973年新建完成，外形仿中国北京天坛高度3/4比例建造。会有这座天坛，是因为当初国民政府曾经跟北京公园的园长交流，签下个合作备忘录，希望北京天坛也能将祭拜活动仪式及祭祀用品拿到乌山头水库风景区的天坛来展示。不过天坛目前暂时不开放，我们只能在门口拍摄外观。天坛的隔壁就是珊瑚桥，珊瑚桥的另一个称呼是化虹吊桥。这座吊桥是早期大崎村民通往嘉南村的主要桥梁，1930年完成。从吊桥上可以跨越义洪道，桥的另一头是台南艺术大学。后来外面的道路拓宽完成，吊桥现在没有开放通行至对面，来参观的游客只能在吊桥上走走。
乌山头水库的水坝采用当时创新的半水力冲淤式土石坝工法。这种工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抗淤塞，是台湾唯一采取用这个工法的水库，也是目前仅存的半水力冲淤式的土石坝结构的水库。在当时整个工程可以说是闻名全东南亚。这种工法在当时非常的艰难，最艰难的工程是在堤防岸壁的送水口，以及埋通乌山岭的地下引水隧道，并且同时设置发电厂，不仅能够发电，并且调节灌溉，还能够供应的台南的公共用水以及工业用水。水库的集水面积大约是1300公顷，主要拦截关田溪以及30多条的支流，是嘉南平原的重要灌溉来源。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在乌山岭隧道的东口上面上游新建一个增温水库，并且串联运转。增温水库也提供乌山头水力发电厂的水源。乌山头水库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珊瑚潭，因为湖岸蜿蜒曲折，从高空看下去，就像是一片又一片的深绿的珊瑚礁。天然的生态以及景色是非常的丰富哦。乌山头水库搭船游湖的话，一个人是300元。U-Bike 沿着环湖步道回到路口这边，先还车，再走回去，等下一班林坡关田线喽。紧接着我们要去下一站尖山皮度假村，从乌山头水库搭车过去大约是10到15分钟左右。等要从乌山头交流道上国道3号，从柳营交流道下去，穿过旭山里，往南107市道行驶，不久就能抵达尖山皮度假村喽。其实嘉南地区这边因为早期的嘉南大震所以水库特别的多。除了增温水库、乌山头水库以外，还有个地方就是尖山皮水库。我们现在带大家进去逛逛尖山皮的水库的风景喽。抵达了尖山皮度假村，一个人的门票是150元。如果你想要搭船游湖、搭游园小火车来回，那么就建议你买套票吧。套票只要250元，比较划算。买票之后，我们从入口进去，往上走就能看见游园小火车。搭游园小火车大约3到5分钟就会抵达一心桥，前方就是天鹅船跟游湖的搭乘处。如果要游湖，记得要把门票给人员看，要先登记才能上船哦。尖山皮度假村位在台南市柳营区的旭山里，这里以前是尖山皮水库。是日本时代的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所建造的水库，为了供应新营制糖所的冷却用水而建。水源是龟虫溪的一条支流。尖山皮水库大约是在1938年完工启用。听到尖山皮这3个字，长辈也许不熟悉，但提到江南度假村就有印象了吧？是的，这里以前的称呼就是江南度假村。湖畔环山的美景被誉为小江南，西湖胜景，所以江南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觉得制糖需要工厂吧？对，
这个水库就是要给糖厂用的，作为它的工业冷却用水。对，那因为后来就是糖厂它不再制糖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水库就是转型做观光使用啊，所以观光就是坐船啊，或者是划独木舟之类的。然后这边有一间老房子，旁边还有个门牌号，你可以看一下，对，那个叫老兵的家。他们搬到高雄去了，啊，老兵应该是做仙了吧？对。学校那边做什么？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古迹，对，要把它保留下来啦。那你们下一次啊，可以选择在5、6月左右，因为5月是我们的蝴蝶季，就会看到很多蝴蝶。那6月是独角仙。对，啊，如果你们是晚上有住宿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那个生态夜观。2000年的时候，尖山皮水库在台糖公司的规划之下，成立江南度假村。2022年再更名为尖山皮度假村。这里除了搭船游湖之外，也可以骑着碰碰船、天鹅脚踏船欣赏日落美景。除此之外，还有植物园、生态园区、莲池荷花园以及漆弹对抗场、碰碰车、烤肉区等等的户外设施哦。好了，介绍完了尖山皮度假村，我们接着要搭第4波的林坡关田线回去新营车站喽。好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回到新营这里来了哈。今天这一节内容呢，就为你录到这边。希望今天的行程呢，你会喜欢。我是阿汉，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下次见，拜拜。